今年罗云熙、龚俊肖战古装美男大战硝烟弥漫，杨洋都差点跟不上。提到古装美男，相信不同的人脑海中会浮现出不同的脸孔。早年流行天涯四美的传说，钟汉良、乔振宇、严屹宽、霍建华曾是公认的古装界扛把子。不过，现在有可能成为冷知识的一点是，其实天涯四美并非指代这4位帅哥本尊，而是指他们所扮演的4个角色：钟汉良逆水寒的顾惜潮，乔振宇雪花女神龙的欧阳明日，严屹宽秦王李世民的李建成，霍建华仙剑3的徐长卿，都是无数梦女们的古装美男白月光，还引起了长达数年的比美厮杀。现如今，古装界后浪推前浪，总有新鲜面孔层出不穷。在这里斗胆提名4个近来讨论度很高的男演员，看看他们是否常在你的古装美男审美点上。第一位是罗云熙，他在粉丝那里有天选古人之称，留下过太多经典古装扮相。不得不提的是香蜜沉沉烬如霜的润玉，可谓各大古言小说温润如玉男主的现实版。罗云熙也凭借这个角色一战成名。到了白发中，罗云熙饰演了隐忍的荣琪，展示了一国之君的威严气场。月上重火的上官透又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，多了几分潇洒倜傥，甚至有点轻佻。虽然罗云熙演蛋台近时被吐槽实在太瘦了，但不能否认长月烬明是2023上半年热度最高的古装剧。可见罗云熙的古装仍然是有加成的，他也没有拘泥在温润如玉的形象里。第二位想到的是龚俊，其实他演的古装剧并不多，在龚俊还是小透明时，他还只能演绝世千金这类小成本网剧。霸道王爷中无媚，算是小小考验了一下他和古装的适配度，没想到他一口气拍了3季。开播前并不被看好的双男主剧《山河令》，则让他直接飞升顶流，疯批美人一度成了龚俊的标签。温客行的扮相飒爽带感，他也立住了角色霸气又邪魅的气质。就连极度考验颜值的白发造型，龚俊当时的口碑也和如今《长相思》里的白发谭健次一样，封神了。《安乐传》作为一部 S 加大作，也许收视成绩并未达到预期，但没有多少声音会去质疑寒夜殿下的造型。待播的《狐妖小红娘月红篇》同样是大制作，龚俊演的是高冷神秘的御妖国王子东方月初。鲜少演仙偶剧的他，对于古装的驾驭度究竟如何，届时即可一见分晓。第三位要提到的肖战，演艺道路与龚俊其实有点异曲同工。肖战早期也是在我的皇帝陛下这类网剧中刷脸，北唐墨染同样是个腹黑王爷，却靠着清俊的长相成为内娱百家墙头，被戏称是绿了大半个娱乐圈的男人。真正令肖战跃升一线的也是双男主剧《陈情令》，关于魏无羡的经典程度，基本已经无需赘言。当年粉丝对肖战古装颜值的最高评价，大概就是可以掰弯直男。这股男女通吃的气质，为他扩大了不少事业版图。暑期档，肖战同样有一部古偶上线《玉骨遥》中，他演的石影，在原著里是这样描写的：俊美端庄，犹如神灵。各位看官觉得肖战演出原著神韵了吗？最后不得不提的就是杨洋了，他的脸被誉为女娲炫技之作，军艺校草的名头也广为人知。虽然近年来有关演技油腻的争议之声总是伴随着他，但杨洋的外貌始终是得到认可的。很多人发现他的古装造型出彩，是从微微一笑很倾城里的戏中戏开始的。一笑奈何出场不多，但都自带大神滤镜。而且是天下播出时，因为是杨洋时隔4年再度回归的古装之作，又恰巧他的上一部古装大男主剧《舞动乾坤》争议非常大，所以此时相对被讨论的更多的不是剧情，而是杨洋的古装扮相。略显糙汉且表情丰富的林动，和高冷精致贵公子气息满溢的风兰溪，
几乎是两个极端。目前杨洋正在拍《凡人修仙传》，根据一些路透来看，有人认为对原著男主形象的还原度还挺高，也有人觉得相对原著男主的平凡人设来说，杨洋长得过于帅气了。所以某种程度上来说，他的古装颜值从来都不是网友们担心的问题，只是不知道未来他演的韩历整体风评会怎样。以上4位可都是有着经典的古装角色，也是曾被网友盖章过的古装美男。记得有网友这样描述过他们：罗云熙轻易中带着一份倜傥风姿，给人一种文雅风流的感觉，犹如璀璨的星光。龚俊是古装剧的佳人，时而阳刚，时而文雅，气质独特。肖战堪称古装剧宠儿，他的每一个眼神，每一次微笑，都能勾勒出一个富有情感的故事，让人沉醉。杨洋古装扮相总是令人难以忘怀，那一抹英气和俊美，戳人心房。那么到底哪位翩翩公子更戳中你呢？哪位是你心中的古装美男？